啊，当你一直不被买单的时候，你会想说要不要直接收掉？可是如果那时候我收掉，我现在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我很难形容哎。对，因为它不是熊熊某体，然后那个决定不是只有你，还有妈妈、妹妹们，所以它不会生命不会马上不见。那这个阶段的时候，那个不是你说了算的，你那个都是过程，你都要去经历。酱呢？那汤的话，它是一定要先煮好的，没办法。OK 了。哎，这样比较卫生哦。这个封起来，对，就能做的尽量做，要不然有时候那种大起来那个其实也没办法。对啊，对啊。
内底啦。好，好，出来你啦，出来你啦。那边拄啊好啦。阿伟，你甲迄入去啊？啊，无啦。来啦。你啊技术真歹呢。哦，安尼入来啦。我都入去吧，你是哪里人？有啦，有。有，我打揪起来啊！你打揪起来。你们也说僵尸可以对不对？不要。那技术真歹呢。好。袂啉咧，我只买着啊，迄无好啉吧？哎呀，算了啦。小酒汤，这个是小酒汤吗？对，小酒汤2份。你要餐具吗？不用。不用。好，来，谢谢，谢谢。是有一个人要做，会计也是啦，也是要弄要。一个干面线，好啊，好啊。不用拿冰水。谢谢。在快2年前面的一些策划的话，应该2年半差不多。因为其实夜市摆摊，我觉得它容易上手。你的产品，你可能在很早之前，你有预先先想好这样子，其实器材设备买一买，就还蛮快就可以摆摊了。我的话是现在比较稳定的，通常都10点。早上10点，对，早上10点先把汤用下去煮，然后用下去煮的时候就跑去菜市场买菜，然后因为现在都算是稳定，所以知道东西去哪边买，所以东西先叫一叫，拿了就可以马上走了。他如果刚开始做的话，那就不一定了。刚开始做的话就会比较累啦，因为厂商的货源还是说价格、品质之类的你都不太确定，所以那都是要去花时间。鸡腿，鸡腿会一次进来一次处理，厂商都是屠宰场那种，当天就是宰完给你的。每天12个小时，12个小时是一定要的。对，其实我不是本科系，对，我不是这样。你等我一下哦。这样110加120是230。好，来，谢谢。我是建筑系，所以因为我刚毕业，我做2、3年。我去了解那边的工作的环境，后来我就是有点迷失，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生活。那时候很迷惘啦，而且那时候我才24、25，那时候其实很迷惘，对，不知道怎么方向。你要内用外带？外带。好，看一下。
谢谢。我不知道我要什么，但是我当下我是很确定说，我确定我这不要了，我离开，这样我才能去探索我要什么。因为大家很多同侪其实都，大家会觉得说啊就这样子就好，还有说包含爸爸妈妈，应该是说大家都爱你，他想要保护你，所以他不希望你去跨出这个东西。我那时候去了澳洲，因为那时候很盛行，对，那时候很盛行澳洲。对对对，一样是2年。2年啊？对，1年在澳洲，半年香港，然后又回去澳洲再1年，大概是这样子。辣椒自己炒，对自己炒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它会加那种蒜头啊、小鱼干，还知道还有里面还会再加一些调味。那其实我觉得它这个，它丢那个原本你的汤里面，它的味道就会跑掉，它平衡会跑掉。就是你已经设定好了，可是你再丢进去，它就会失衡。它很耗时间呐，因为要炒要耗时间。哎，你肚子饿，先要吃的话再跟我说。我可以的。对，好。那怎么会做面线呢？当初最一开始，我觉得你会卖什么东西，跟你喜欢吃什么，其实会有很大的关联。哎，对我喜欢吃面线，我是喜欢吃面线，我真的喜欢吃面线，所以我卖的是手工的白面线，对。而且这个东西其实跟我的个性有关，我算是比较念旧人，所以我觉得对快不见的东西，我会想要。我阿嬷她是直接，教我这个汤是我阿嬷教我做的。当初跟她说你要学的时候，她有说什么？她笑笑的跟我说：“真的假的？”这样子不可置信。她就觉得说，因为对她来讲，她就是个家常菜啊，她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啊，就是她以为我这孙子在跟她开玩笑。对。那这边所有器具都是自己买的咯？对，没错。后面的车子呢？没有，我买新的。那时候买多少哦？53吧，可以分期的。还完了吗？现在？一半还不到吧？可能还1/3都还没有，慢慢还啊。哎呀，你说准备遇到困难吗？对，不然从以前到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是人呢，因为我觉得在工作上，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。你只要想办法，还是你去问人，还是就是你都有方向可以去找到去解决它。我觉得人是比较难的，人就是指的就是客人，因为人你没办法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所以我那时候我刚开始做的时候，因为我这个产品它在夜市里没有被看过。对，然后我又1年看起来就是很年轻的脸，没什么经验的脸，所以人家会不敢尝试，你会很无力啦，因为那时候就是他那个不是短期会改变的事实哦，那个是要一直熬，然后你也不知道熬到什么时候，就是可能会东西，就是你其实你该做、你该想的、你该弄的你都弄了，但是你不知道说你到底哪里还没有做好啊。当你一直不被买单的时候，你会想说要不要直接收掉？可是如果那时候我收掉，我现在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我？其实刚开始做都没感觉，因为刚开始做你会觉得正常，对嘛？可是后面差不多3个月、2个月到半，你真的会啊！当你一直不被买单的时候，你会想说要不要直接收掉？可是如果那时候我收掉，我现在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我？你好。有一个妈妈，她每次都会来跟我买2碗鸡腿面，然后有一次她就买不到，然后她就很着急，我就问她说你怎么了？然后她就跟我说，因为她家的小朋友他没有吃到他想要吃的这个东西，他喜欢吃的东西，他会失控。你要想哦，你在做的只是这么多人的其中简单的一个，可是对她的妈妈来讲，还有对那个小朋友来讲，那她后来有买到吗？没有，那一次就没有，没办法。对啊，没有嘛。后来我就跟她讲说，
我就留我的赖给他，对，我就说你真的有要买，你那一天你就跟我讲，我一定会帮你留。对，对那一个妈妈还有那一个小朋友，就是那个小朋友有缺陷嘛，他可能没办法好好的表达自己的需求。以那个妈妈她给我的表情还有她的焦虑，我觉得是她不想要。没有买到这一碗东西。我爸他刚好在我出来做的时候的那一年，就是我开始买设备啊，开始我回到这个彰化的家要做的时候，他就中风了，就是2次中风。我爸那时候才60岁，我在其他地方当厨师。他那一年离开的上一年有中风过1次，然后那一次有救回来。再过1年的时候又再2次中风，那时候就打算想要先回来家里，就是陪伴家人，因为我知道说就是。只要中风过1次，只要在第2次重度再中风的话，基本上那个人他会失去生命，或者是说他会失去很大的行动力。那时候我知道，我爸他只要在失去很大原本的生活的话，他基本上他就不要了，他不喜欢他这样的人生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就是说他只要第2次中风，对我爸他就是没了。对，就是这样的，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就回来，我想要回来彰化，就是陪伴我的家人，就是看剩多少时间这样子。对，他只是回来，真的没几个月就发生了这件事情。对啊，但是好险的是，我觉得还有那几个月。对啊。所以你跟你爸感情好？小时候不太好。对，小时候。还好，他也算是，在一个不被爱的父亲下，应该不是说不被爱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爱的父亲下的孩子生长环境长大的。我爸，我说我爸。所以你觉得你有影响到你？对，因为变成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对他儿子表达爱，在他的年轻的阶段。那我觉得我爸他不一样的是，他有在学习怎么当一个爸爸。我觉得是真的让人感动的，因为其实是你去努力的成为那一个别人需要的样子。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感动的，因为他是不容易的，对，因为他自己都不被爱了，那他要怎么做？对他来讲，他是一个很难的事情。对啊。所以你跟你爸以前不常聊天？对啊，小时候应该也不是说不常聊天，小朋友应该都会跟爸爸讲话吧，只是爸爸就是工作啊，然后感觉他心情很差，不太好被惹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你很难去对啊跟爸爸，因为爸爸就是感觉很凶，对啊，靠近不了。对，可以出去摆。然后那时候我爸的时候在加护病房，那时候还蛮煎熬的，就是那时候。要决定救还是不救，诸如此类的，我觉得那个太复杂了。我觉得那个过程我很难形容对，因为他不是熊熊某体，他是要很多，然后那个决定不是只有你，还有妈妈、妹妹们，所以他会很纠结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好，你慢慢走到后面的时候，决定没办法去。医治他的时候，人也不会马上的，生命不会马上不见。那这个阶段的时候，那个不是你说了算的，你那个都是过程，你都要去经历。对啊，你就是要慢慢的看着爸爸去走向这个终点的过程，那个是很让人家难过的对啊。那他都会摆摊吗？没有。说这个样子，已经有啦。他那时候在加护病房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想说这样不行。他如果说，因为那时候还在治疗的过程当中，他说这样不行，那有可能是长期卡站，所以我想说，那我一定要赶快去做了，所以我就有去摆摊。那摆摊的时候，我妹他们就有用那个视讯。对，虽然我爸，你不知道他肯定是看不见啊，可是他有没有听到我声音在叫他，还是说我在夜市的一些声音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相信他应该是感受得到。
对啊，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在加护病房，然后我妹视讯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有先出来说摆摊这样子。对，可是那个也摆没多久啊，因为摆没多久，我爸的状况就有开始往下了，所以后来就是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去了。对，就等待他最后面的这个阶段，又往下一个阶段走。对啊。不过现在还好，现在2年多了嘛，就是其实第一年很常哭，莫名其妙在哭，因为那时候开着我爸的车，我爸那台车他原本是做面包的，他那台货车，他是在他帮我们养大的那台货车，然后那时候我妹买这台车，所以我是开着他的货车，就是去到处夜市去做生意，对啊，所以其实那时候在车上常跟我爸。所以常常会有对话，对，然后就是互相加油打气，对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谢谢。可以啊 ，OK， 你放了就好。所以你在做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说，如果你爸在旁边，他会跟你讲什么？还是说？你觉得你爸会鼓励你吗？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。其实我那时候都会宝贝问我爸，对啊，他给我的反应都是很正向的，他都是很鼓励我。没人不信这个东西，可是你真的每次你问他，你宝贝，他都会给你正向的回馈。还是说你一直宝贝不会的时候，你问他，其实他有时候他在叫你做一件事，就是说你不要那么累，你还没吃饭，你赶快去吃饭。就是你是宝宝杯，然后你说那是不是你身为因为我现在还没吃饭，然后你才一直背狗杯，你给他，他就真的给你杯，就是很，你这样你就很想哭啊，对啊，就是你问一些其他事情都问不到，你问一个重点，你问一个说是不是我没吃饭没有把它照顾好，然后问你这些事情，所以你不给我杯，他说对，就是他叫你赶快吃饭，对，每次都这样。我爸啊，就是你不用太担心，就是我们家里的人，就是妹妹还有妈妈还有我，就是我们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对啊，然后当然你就是可以不用任何的担心的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对，就是我们彼此都是非常的。自由自在的，就不需要不要就是希望他不要担心的。对，就是大家都是很自由自在的。虽然，所以他以前是会担心你们吗？还是还好？我觉得都会吧，就是不要说他担心我们也会担心他们啊，担心他在那边过得好不好啊？你会流泪啊，你会牵绊他啊，对啊。但是就是。我觉得好的爱不是牵绊，不是抓住对方啦，就是你要让他去开心的做回他自己，对啊，包含我们自己也是，所以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，然后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。对啊，虽然我觉得我爸离开对我的影响蛮大的，因为我们家算是一个大家族，所以我爸不见得变成说就换我要扛，对，所以就是也是蛮有压力的啦，对啊。就一天，你只有一天没有出摊啊，其他肉天都有做。好拼啊！拼了，趁年轻，然后老了就拼不动了。那我之后我想要开店，其实我比较有店面啊，对于我来讲啊，我会觉得说，如果那时候有另一半那种的状况之下，我觉得会比较安定、稳定，对啊。
要不然另一半跟你这边跑来跑去，其实也蛮累的。所以像，有单身。对，但是讲这个有点太远了，可是就是还是会想一下啦，就是不想要你会就不太想要让另一半就是这样跑来跑去，而且那种夜市的外面真的太阳那种很大，那种风吹日晒，然后冬天又很冷。几点休息？2点。2点。可是我还是会叫自己，就是不要太晚睡，一直不要太晚睡。尤其是我自己没有多老啦，可是真的到某一些岁数的时候，你知道会觉得跟以前年轻的时候有差。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做设计系的，那个常常晚上都半夜整晚都没睡，那个都还 OK。现在我跟你讲，你一晚没有睡，然后可能你说到3点过3点还是4点嘛，哇，隔天我跟你讲，那个真的是，即使你睡再晚，不来了。对，你也是吧？对啊。我觉得早市，就那个市场那种人啊更不一样。他那个，我觉得对我来讲，没有对我来讲，我觉得难度挑战更高。对于我来说啦，因为我比较不会去跟人家喊啊，我的对手都是很会喊，那个我会被吃掉。那个我有尝试过，那个对我来讲压力太大，我不适合做那方面的。对。那你有什么问题？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客人说的？哦，顾客人吗？他讲之后有点害羞，就是我真的超级感谢，就是吃完我的东西，然后喜欢我的东西，然后给我鼓励，然后给我支持、正能量的那些人，因为我觉得只有单靠我自己，我真的没办法走到。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，都是别人慢慢支撑我，让我觉得说，今天有回馈，然后这么做，所以我真的超级感谢那些人。就是当然我会持续的把你们放在心上，然后把我的东西每一天都是做好，然后交给你们身上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超级感谢，超级。好 ，OK， 那就这样。好，拜拜。都在彰化附近的夜市这样。对，拜拜，拜拜。嘿。看，我觉得我过几年后回来看，我就觉得我自己是超蠢的，我就觉得自己超蠢的。